李现庆祝31岁生日，杨紫连续4年送礼，他配得上这份奖学金。10月19日是李现31岁生日，我承认很多网友都相信每年杨紫都会送礼物，不只是过了12点。作为同伴，杨紫卡关注李现的生日，并配文“生日快乐，阿贤”。不得不说，两人的情谊真是铁啊！杨紫和李现是不是年纪最小的 CP？ 杨紫长期与这样的无数匠人合作过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公开交出了自己的天赋，但尤其是李现，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，没有任何内疚，真诚最能打动人。李现本人就是。我们应该先讨论一下李现的长相。平心而论，我喜欢他的长相，不惊险，不妖娆，不耀眼。尽管如此，他是完美的，恢复活力的，强壮的，几乎没有任何油性残留物，这异常接近他的神明。主要的不足是2个脸颊，非常可爱，但是天生丽质有效果。除了图之外，这个图太棒了，程度非常好。他喜欢锻炼，但他并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厚实的人。假设他有更多的肌肉，这并不意味着他看起来很棒。如果他很厚，他同样会影响程度。现在他的身材已经很完美了，他在服装方面也很喜欢。有人说李显利的性格是个白痴、捣蛋鬼。什么是角色？这是他希望在一般人面前展示的画面，也是他在监视中的位置。假设这个角色与他自己的个性相去甚远，我接受即使是最好的表演者也会有精神分裂症。我不敢说我现在看到的是100%真实的李现，但是有几个重点是可以真正感受到的。他对自己有合理的理解，对生活有明确的理解。李现给人的感觉是踏实而不是草率，不管他是否火爆，他只是低着头好好学习，好好表现，静静地等待机会的到来，无所畏惧，自我控制，要求和稳定。他自己的诉求是自制力，能胜任一切。无论他有多少精力，他都会锻炼，看书、看电影，参加戏剧表演或参加锻炼，让大家找到这个幸运儿，让大家欣赏他。李贤同样露出一抹得意，这样的人拉进来的粉丝群也会比较稳定。秀粉丝和脸粉丝会在一段时间后散开，角色迷和职业迷将逐步安定下来。我承认这也是他所期望的。在他成名之后，只是在开始的时候还有些开心，他整体的变化还是不错的。在不同的功法中，可以看出他的性情与名将相比，并不平庸。不同的会议表明他的胃里有墨水，而且往往可以看出他在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，说出了无数近乎家常的话。他确实不为人知，但他确实一直在弯腰，不断的徘徊，计划着一场公开赛。门与他有一个地方，所以每当打开的门出现时，他通常会发现一切。李在每次采访中与自己的第一次经历是艺人李现，他的演技明显优于交通专业的学弟学妹，但对比他喜欢的演技学校刘亚仁、哈正宇、高组长等等，我也承认他也明白还有一段距离。表演需要能力、课堂学习和日常生活中的沉淀。他有自己的必需品，会学习、思考，并打开他的附属物来感受生活。无论您在活动上投入更多精力，并继续收集多久，都可以预见未来。最后，祝31岁的李现生日快乐。02刘宇宁一手骑车路透涂满载灵气满载，期待关山一役。时至今日，刘诗诗、刘宇宁的关山一役正在横店录制。这个节目一直吸引着很多人的关注，路透社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。还有刘诗诗的状态，昔日的人被天堂选中，刘宇宁的状态一下子大了起来。路透社看到他一只手骑着一匹小马，充满了放射、压迫的眼睛，充满了环境。说实话，我非常尊重他。从之前的网络大 VIP 转型为即将到来的明星，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。没有标记组织，也没有资金支持。在这个行业目前的情况下，
通行的硬性限制比不同的业务要低，但不可否认，晋升的道路比普通人所能想象的不同的创业要困难得多。如果您需要取得成功，说明比执行要简单。但是他应该说他做到了，而且他是直接保护他的一种方式。没有靠山，没有自己的圈子历史，没有学历，没有经验，可以说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意外。但最关键的要素是技能和精力，加上永不供应的努力。这种靠自己的毅力，真的很值得一个普通人去佩服和学习。他现在走的是游客路线，属于消费狂热者的金融体系。当然，现在最多的名人都是这样的。说实话，做歌能力和审美在歌手中是最常见的，他们现在可能已经不是现在的著名唱作人了。在演员中，他们最多只能以新人的身份出现，他们的表演能力似乎有所提高，但他们也只能以过客的身份出现。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评估该剧，但资产还不错。看来导演挺喜欢他的，他自己也很会接剧本。他和狂热分子的关系完全接近，无论是远距离宣传还是粉丝机构消息，他的个人特殊聊天签到等等。他的父母已经很低，所以他的狂热分子很沾。他是清醒的、坦率的，他也很坦率，现在已经不回避那些事情了。之所以会直播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靠着狂热分子吃饭，所以他希望表演和供应还给狂热分子。他将这些作为他的个人义务，他有义务和义务为狂热分子提供回报。他之所以能得到那些准确的角色，最大的一个原因是狂热分子如此强大。如果你需要购买它，你可以购买它，你可以花它以防你想花钱。如果你能上榜，你就是个宅粉丝，所以他应该对狂热者准确无误。从选角和宣传的角度来看，他更喜欢走专业演员的路线。虽然他信任好都打开了市场，但他还是考虑到了 CP 加成。但现在他在观察选角中不再走捷径成功了。谁是英雄没有掀起 CP 子川和天行健都是男剧，最近的一念关山适合集剧，每人都从事个人事业。他继续踏踏实实踏出一步，并希望依靠自己的表演能力来获得认可。在文创画中，万一需要拖拖拉拉，难度最大的画就是难画。在这个企业里，无论你多么有天赋，都离不开难画。刘宇宁的潜质足以暴露出他的艰辛。当然，他现在的经历已经达到了独立的程度，但如果他能及时找到一个准确的训练师和训练的要求，他应该能够在作曲和表演上有所区别。至于你可以通过的方式，你站得有多过分，不停地学习、沉淀、镜像，对于这个企业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希望刘宇宁也能冷静下来，好好演戏。03和杨紫合作，赌上了追光者男主罗云熙，长相应该也出名了。娱乐圈里有很多演员因为他们的出现而一举成名。虽然他们现在的工作不再像画中的主人公那样多，但他们可能是特殊的。当年《甜蜜蜜》中罗云熙的额头润玉突然变出圈子，并因此通过目标市场的方式被贴上了古装帅哥的标签。徐凯在《延禧攻略》热播中却变成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演员。谁能想到他竟然因富察傅亨而名声大噪，登上了当今游人圈的位置。刚刚结束不久的《拜托大王》还有多位帅气的男帮角，其中男2号陈锡军的颜值让狂热者们惊叹不已。虽然现在这部剧已经不再让他出名，但目标市场已经偏爱顾北西的帅气和帅气。追光者男2号可取。追光者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集，由罗云熙、吴倩主演。因为那是何以笙小莫停播7年后的 CP 化，很多观众都在追着看，追的 CP 有没有回来。继续是同样的12个月的样子。不过在节目改播后，2位主演吴倩和罗云熙的名气也因变化引发了诸多争议。瘦骨嶙峋的罗云熙和气场不如吴倩的人，却让一直在等他们观剧的目标市场大失所望。如果他们都通过了考验，吴倩和罗云熙将是追光者中最令人向往的存在。毕竟他们又是靠颜值红遍网络的高成本演员。
但这一次国家明显减少了他们两人的到来。这替代的为不同的参与者提供了通过目标市场的方式来确定的危险。其中，饰演男二的李明德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了人类的兴趣。李明德的个人造型肯定是很奶油的，比起罗云熙这个立体感很强的五官，他可能也少了很多单一的英雄。但如果仔细看的话，也并不难发现，他那张年轻的脸，阳光帅气，正是小女人喜欢的那种偶像。李明德的长相属于讨人喜欢的类型，乍一看并不总是特别的，但是他出现的越多，他就显得越高。再加上男主罗云熙因为瘦，没有前戏的味道，而李明德在《追光者》中也成为了颜值担当，与杨紫合作《亲爱的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并不是李明德第一次看成功的电视剧，而是第一次与著名演员合作。3年前，他与杨紫合作出演了青春励志剧《亲爱的》。有没有人忘记他的表演？《亲爱的爱人》是一部完全出名的偶像剧。因为杨紫和李寻的生活方式，最多的观众也把兴趣放在了两位主演身上。彼时，李明德担任灵山一职，便身为电竞活动的另外一员。不过这个位置并不总是男二号，戏份也不多，但凭借准确的长相和讨人喜欢的性格，却引来了一波狂热的追捧。李明德的长相应该也是有名的。从和杨紫合作《亲爱的》，到现在和罗云熙合作《追光者》，再到李明德赌电竞选手后赌公益救星的位置，这张图对比还是挺让人意外的。不过，时隔3年的变化，当年在《亲爱的》中没有过硬存在感的李明德回归，这次又要为自己在《追光者》中的造型负责了。他现在已经不再比罗云熙好看了，但是他的国家是完整的，他的精神也是非常有活力的，而且他有一种偶像般的年轻感，这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兴趣。2部剧中，李明德的演技都还不错，角色也很适合。关键是李明德身高181厘米，绝对符合目标市场对偶像剧男主的审美要求。如果他25岁演几部青春偶像剧，可想而知现实中会有很多狂热分子喜欢。总而言之，在杨紫和罗云熙的合作之后，李明德的脸庞充满了年轻的感觉，让目标市场2次惊艳，每次都格外好看和讨人喜欢。这个造型应该也是有名的，说不定未来之内他也能成为第2个罗云熙和第2个徐凯，你没看吗？这篇文章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你看《追光者》中罗云熙的民族准确吗？男2号李明德好看就够了吗？欢迎留言告知大家。